好，副總統蕭美琴第一次上任以後要去帛琉訪問，帛琉是我們邦交國希望達到3個目標，敦睦邦誼啊等等之類的，這個拓展觀光。帛琉風景真的不錯，如果你喜歡潛水，帛琉真好，哇，潛水下去哇，那個下面海底那個這個漂亮啊，海底的生物啊，魚啊，真的好而且離他們也不是太遠嘛不過賴清德因為之前才要到史瓦帝尼，不是這個人家不給他過，那不給他過，後來找人家副總理當空中小姐，來回4趟，怎麼好意思坐飛機來，載了他去，再給他送回來，再去，來回4趟真的是像跟這個陪着他那所以他这次去帛琉雖然很近了會不會也受到影響？我們總統府說呢，掌握國安情資有掌握了，不會了這個除了這個以外呢，這個邱義仁最近突然邱義仁很少出來受訪的說呢這個他說人家去訪問，他是智庫了，叫做新境界文教基金會的副董事長那國安會以前的秘書長，那他說老外國際記者最喜歡問2個問題第一個就是你有沒有在推動台獨？賴清德。第二個，你們什麼韌性到底是什麼鬼所以呢，他就說賴清德沒有要台獨賴清德主張是維持兩岸現狀他有說要台獨嗎？沒有他只不過說我是務實的台獨公正者他不是口口聲聲中華民國台灣，中華民國台灣嗎？而且呢，他說賴清德是維持蔡英文的路線呢我才不相信呢，賴清德哪要維持蔡英文路線？賴清德根本跟蔡英文就不合那另外呢，他說中國長期對台灣滲透如果不處理這個滲透問題呢，搞不好台灣就完蛋了那另外呢，好，我們先看一下這個來。這是蕭副總統上任後首度出訪友邦，所以別具意義。副總統蕭美琴6月6號到10號將出訪我友邦帛琉，期間拜會帛琉總統等政要，並共同推廣永續觀光，也見證我國在當地醫療、農漁業、公共建設等合作成果。只是總統4月赴史瓦帝尼遭中共阻撓，這一次的交通安排呢？舒適、安全、便利、尊嚴與原則。那這次我們去帛琉，事實上是直飛。翻開地圖，只會經過馬尼拉或日本的 FIR， 因此相對單純。台帛邦誼深厚，而帛琉跟美國的關係更是匪淺。不過，蕭美琴此行將與剛到訪的敦睦艦隊擦肩而過，至於我國在美帛軍事交流上有無更多合作空間？我們跟帛琉之間，帛琉是我們友邦，我們兩國情誼深厚了那有關敦睦艦隊歷來都會到帛琉進行訪問。那我想其他的部分我就沒有辦法多做評論。好，嘉宇。怎麼看賴清德到底有走蔡英文路線嗎？而且呢，蕭美琴到帛琉幹嘛？去游泳浮潛了。其實我們台灣跟帛琉的關係一向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穩固。那蕭美琴當然一方面發展她的外交長才，過去她在駐美的期間，大家也都對她的表現非常的稱讚。所以她這次去帛琉，那當然帛琉也是跟我們台灣關係是非常好，而且少數中國無法打進去的一個穩固的一個邦交國。那我覺得蕭美琴這一次去意義也非常的重大。那對於邱義仁來講，當然他就是要告訴全世界台灣跟美國或是台灣在賴清德總統上任之後的路線還是一致的，就是維持現狀。這就是對台灣來講，現在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那在這種情況之下，我相信無論藍綠，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所以任何人想要抹毒台灣，說台灣現在試圖要去法理台獨，或者是要改變現狀，這些其實都不成立。那中國試圖用這樣的方式去模糊焦點，或是要讓其他國家可能對台灣產生誤會，這是現在中國在想要去定調的地方。但是我覺得對台灣來講，台灣一直以來都是世界的一個民主盟友，不管是在我們的晶片半導體，或是在我們的民主經濟的表現上，都是跟世界一樣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邱義仁今天出來受訪，特別的意義就是代表說台灣現在的路線就是維持現狀。所以他們現在頻頻出訪之前那個盧秀燕才到美國訪問嘛，那鄭麗文又出去，然後現在這個蕭美琴也要到帛琉那另外呢，這個鄭麗文今天下午要去美國了那去幹嘛呢？是讓對方了解國民黨才是真朋友，才能確保兩岸和平不打仗那另外呢，這個 Wall Street Journal 華盛頓這個 Wall Street Journal 華爾街日報呢說，北京看好鄭麗文會選2028的總統。所以呢，希望台灣出現一個能夠跟台灣對話的政府，因為民進黨現在不對話嘛，
哦，所以認為鄭麗文有機會當選，所以北京現在對鄭麗文呢是很支持的哈，很有好感的哈。尤其他這次跟習近平見面以後哈，那李德維是他的特別顧問隨行他，因為大家都說到底川普一直喊說要跟川普見面，川普到底會不會見？哦，李德維說固然很困難，大家拭目以待哦。那拭目以待就是有機會的意思了哈。那民進黨黨團說鄭麗文不要到大陸見習近平是笑嘻嘻的，到美國就氣撲撲的啊。這個為什麼會氣撲撲呢？哦，可能這個行程有什麼受到什麼這個對待，他不滿意。那江啟臣說讓國際對岸知道台灣是多元民主的聲音。來，七凱怎麼看？這個蕭副總統要去帛琉這個事情，我們是高度的肯定跟祝福。我們也希望上次不要像賴清德上次會被打壓，或者說出現一些波瀾，是因為他太高調了。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應該不至於，我們願意給予這個祝福。那一樣，鄭麗文要到美國這個出訪，我們也希望大家是給他肯定的，給他一些祝福。事實上，他這次去看起來跟他上次到对岸一樣嘛，講的都是和平啊，不要打仗啊。我覺得有一點我是蠻深刻、蠻贊同的。鄭麗文說，美國的最大利益是什麼？美國當然現在希望兩岸是維持現狀，就跟台灣現在最大的公約數就是維持現狀。現在沒有急統也沒有急獨這個現象，對不對？就是維持現狀，大家好好過日子，不要有戰爭。那如果去了，讓更多的美國民眾了解到，就是說台灣人民是希望也是和平，不要戰爭的。特別對美國人來講，真的是說打起來了，現在對美國也沒有好處啊。如果美國可以接受這樣的一個觀點傳播出去，我覺得這個算是對台灣非常的肯定啊。那另外我提醒兩個非常重要的點，剛剛在講啊。顧立雄現在連在立法院都在講說，我們的那個國防預算還要繼續再增加，變成 GDP 的5%。我先跟他講一下啊，目前已經超過我們 GDP 的3%。我們 GDP 是多少？20倍調，28兆，大家算一下，現在接近3.5，就是表示我們一年用的這個錢已經超過了1兆的國防預算，在整個的這個比例是多大？我們的教育的預算一年用多少？所有的教育預算哦，全部加起來哦，一整年只有3000多億。我們現在用了3倍的錢去做國防，這是很恐怖的。這個回到以前老蔣中正的老蔣那個時代，以前是反攻大陸，準備要戰爭。我們現在有準備要戰爭嗎？現在你那3.5%已經非常多了，他現在一下子要跳到 GDP 的5%，這是很嚴重的事情。特別是整個國際關係，美中台都已經在改變了。剛才講赫格塞斯這個，他在這個香格里拉這個對話。現在是沉默台灣他連那個台灣10年來第一次不講的國防部長的同時，記者還特別去問他那個140億怎麼樣子，他連這個事情他都不講，現在是避談，就是說中國這個在習近平跟川普談完之後，現在看起來就是台灣這個事情在美國，他現在已經是不大碰觸的一個議題了。140億美金的這個經購什麼時候給你，他也不談，然後對台關係也沒什麼改變。他剛講那個什麼講話態度有改變。他引用了這個是老羅斯福的那個名言嘛，說我是舉着這個大的棒子，那我對你開始輕聲細語，那表示什麼？他現在接受了習近平的一個講法嘛。所以我們現在美中台關係已經巨變的同時，我們需要多一點和平，不要戰爭。所以鄭麗文這樣去美國，我認為是應該是有機會有一個一定的這個收穫。可是對台灣整個民眾、整個全社會來講，我們也希望說我們在這個最大公約數是維持現狀，少去碰急統跟急獨的這個議題。休息一下再回來。好，賴清德總統今天出席青年論壇哦，不少是高中生哦，他就談，他說呢，雖然你們是青年，年紀很輕，我可不可以做一個國情報告？你要做什麼？青年都說好，你先來了，一定歡迎嘛，好，叫鼓掌。好，他就說呢，這個總統政府呢替青年搭建舞台，然後國安、主權都談到了，而且說中國正在持續透過5個面向對台灣進行統戰滲透哦，所以呢，他一方面講對青年呢有這個成長津貼，0到18歲哦，每個月有5000塊，所以到了18歲就有108萬哦，這個錢呢你們就可以這個用來36萬政府幫你管理哦，而且給你們保障哦，等等等等哦，所以你們到時候收到的不止36萬，就跟青年講哈，其實好吧，本來這個是另外一個題目了，就如果想要鼓勵大家生孩子哈。你要鼓勵那個還沒有生的生嘛，已經生了你有什麼好鼓勵的呢？是不是這樣？就是我們講現實一點了，我就這麼一點錢嘛。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今年出生率可能不到10萬啦，很嚴重啊。最多的時候是40幾萬啦，從40萬到
到9萬多，差很遠嘛。所以你要鼓勵還沒生的、還沒有結婚趕快結婚，還沒生的趕快生，這才是你的重點。他已經17、18歲，你給他錢幹什麼？他叫18歲生個孩子啊，對不對？就是說，所以顯然這個政策是選舉的買票了，讓大家爽的。當然你說18歲。也許現在剛有公民權了哈，但基本上他家長也高興嘛哈。你一個人，你現在他一個，因為0到18歲一個月給5000塊，等於是呢一個人可以18歲可以領到108萬了啊，08萬，但是每一年都要花1、2千億哦，因為他一年最早的時候可能有20幾萬啊、10幾萬啊、10幾萬，每年這樣給嘛哈。如果你真的要鼓勵生育，現在要生的我給你錢嘛。現在要生了，我給你100萬，对，一次給你100萬，他生不生？他可能就生了，是不是？我執行過中郎泰啊，我就給100萬。因為你現在17、18歲，你給他幹什麼呢？我不知道。現在沒生的，趕快，對不對？他就哇，有100萬、200萬，他會去生嘛，哈，才有效。所以這個根本就沒有，根本只是啊，反正嘴巴講講。所以你看他現在不到青年人，還跟他講說，哎，將來你們創業都有錢啊，等等，那跟鼓勵生育有什麼關係？哦。那另外呢，這個學生就有學生一個簡報，說呢，我們去看哦 ，TikTok 跟小紅書，發覺哦，對台灣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呢，將來教育哈要有批判性，不能就看了小紅書就相信他，看了 TikTok 就相信他。賴清德這太好了哦，說呢，因為他灌輸我們錯誤的理念，那時間久以後，你就把中國當好人了。因為你看小紅書啊，看 TikTok 都很好啊，對不對？很好，事實上也是，這是人民之間很多年輕人之間很多訊息的交換啊，等等哈。那另外呢，他說總統有3個工作，什麼工作？讓國家更安全，讓經濟跟上世界，讓同時在民主陣營一起避這個老共打我們，避戰啊。那另外呢，說朝野是不是應該坐下來共商國事呢？賴清德說，一直我就希望朝野坐下來談吶，而且呢，是為什麼上次把5院院長找來？那就算5院長，其實4院都是他的人嘛，那就是立法院長就算他也想要能夠這個一起合作，但是回去之後，他的政黨不見得支持他哦，其他的政黨不見得支持他，所以他說一直是期盼，那很奇怪。鄭麗文講了好幾次說希望賴清德跟他談，去見習近平之前跟回之後，賴清德不理他。以前都是我們看到是執政黨，就民進黨的這個黨主席希望跟在野黨主席談，在野黨主席不理他，以前是不理他。現在是國民黨主席說要跟你談，他也沒有跟他談啊，他也不談啊。哦，所以他就說很希望，哦，所以黃國昌就說賴清德是說一套做一套嘛。你講這還搞個大罷免，你哪有真的要希望政黨和諧啊？哦，那這個好吧，這個另外呢，好笑的是股市現在一直漲啊，真的漲啊。聽說有一個年輕人，他只要去年年底買了1張就是1000股台積電，到現在已經賺了快差不多100萬了，啊，70、80萬，比薪水可能都高啊，哦。那所以呢，但是有些青年說我沒有買啊，我沒有買，我就相對被剝奪了。這個徐國勇在講些什麼鬼話？他說你沒有受益嘛？他意思是說社會福利可能增加了，哦，可能什麼青年買房子可能貸款有優惠啊。所以呢，雖然你沒有買股票，但是你還是受益啊，那還是差很遠嘛。差多了。我買股票賺那麼多錢，根本買的你給我分一點點那個社會福利，怎麼會一樣呢？我們看一下。很多年輕人，我最近在網絡上看到年輕人有一些不滿意，說啊，我們的股票44000點、42000點、43000點，所以大家也許就會覺得說，那股市這麼好，跟我有什麼關係？可是我要告訴大家，縱然你沒賺到，你有沒有間接受益？我要問大家這句話：如果你有間接受益，那你受益的錢哪裡來的？來，專家在這裡。沒有，我覺得許國勇後面這個話就是胡說八道。他要了解哦，我們現在最近公布的說，台灣的平均薪資統計總數公布的哦，48000，可是後面加一句話，70%的人領不到48000，因為高得很高。對，70%的人領不到48000，各位。70%的年輕人，70%的那個勞工階層領不到48000，那這次股市一路飆到4萬，哇，這個很高興。4萬多，4萬。可是你要看到4、5千了。你要知道，第一個，他這個是用錢賺錢。年輕人哪裡有辦法用錢賺錢？除非他把爸爸的錢拿來，或者把房子拿去貸，他怎麼去用錢賺錢？他沒有這條路。所以基本上年輕人，老實講，除非他真的家裡有錢，
或者他怎麼樣去揪引這個？那麼你投入股市，你還買 AI 概念股，你還買台積電，你買台達電，這些東西才有。你買傳產不行，傳產不行啊！有多少的這股票苦哈哈，大概相當高的比例，有人算過了。真正這一個 AI 的列車啊，真的有賺錢的股票賺到的大概2成，其他的傳統產業基本上是沒有的。可是傳統產業它聘了很多的勞工，9成都是傳統產業，對，都是傳統產業。這些人來講都，除非你就有錢去用錢賺錢，或者去苦啊。現在來講有一個隱形的危機哦，大家一看，哇，這個好賺呢、啊！有人把工作辭掉了，有人把房子拿去抵押了啊。所以現在辭掉工作的年輕人，雖然比例不高，加起來是一個基隆市人32萬，那很可怕啦。我覺得這個東西，我覺得這個徐國勇講的這個，就像這個主持人講的，你真的就是收益沒有錯，我們稅收會增加。今天我們才會在審查，我們說今年度的這個稅課收入，我們增加6000億。很多啊！為什麼這是執政黨立委提出來的？我是提5000多億了，增加5000億，他還增加6000億，為什麼？他不要讓你普發現金了，不要讓你再普發現金這個樣子了。所以我覺得這是一部分真的年輕人，因為這樣間接受益的那個錢很少，比起說我去股票賺的錢的少太多。另外一部分我一定要提的一個東西，就是賴清德他講的3大面向對年輕人。什麼民主啦、國家安全啦、勞工滲透啦，這個津貼，其實我都認為啊，國家安全跟大陸的滲透，大陸什麼時候不滲透 ？always 在滲透啊，這個都假的。而且年輕人17、18歲，我問17、18歲、16、17歲，他們聽得懂嗎？他們會很深入，會投入這個嗎？他們的當然在意是什麼？津貼啊，賴清德就是把這樣的場合裡面就不斷的講，這津貼3800億，各位。賴清德這裡面多少的一個所謂的這個讓年輕人有津貼，跟國民黨團我們原來就提出來的，幾乎都超我們的，只是我們原來15歲，他加到變18歲，他把他紅包更大，他那時候罵我們呢、啊，我們提出來的時候他罵我們說，錢從哪裡來？哎呦，錢從哪裡來？財政紀律，這完全是紅包，對不對？他現在一加了上千億啊，錢從這裡來？我們原來都沒有交這麼多，錢怎麼來？錢怎麼來？他就說，因為我們稅收增加，因為 GDP 啊，今年預估9%，很可怕。中國大陸這麼大，以前都說中國大陸能夠5%，不錯，我們有9%，那第一季13%多。從這樣的一個情況來講的話，台灣的經濟真的很好啊。可是問題它是扭曲的。一般來講，普羅大眾，我剛剛說過了，70%的月薪領不到48000，他們是無感的，而且相對剝奪感。佩君，這個股市破4萬點哦，基本上就是兩極化，有產階級數發票，數鈔票，那無產階級數發票，就是這樣的落差。那徐國勇的這個說法就是何不食肉糜的現代版哦。那股市破4萬點賺錢的當然是科技巨頭啊，是有產階級，是外資，是手上有資產的人。那但是對於領固定3、4、5萬薪水的人來講，房價漲，然後物價漲，買不起房，不敢生小孩的普通年輕人來講，說真的，股票幾點跟他都沒有關係哦。那執政黨不去檢討這個分配不均，居高臨下的去責備年輕人不知感恩，這個就是標準執政久了之後的權力傲慢。可是民進黨跟年輕人的距離越拉越開，並不是一朝一夕所成哦。包括剛剛賴清德總統對小紅書的評論也是其中之一啊。我覺得賴清德的說法剛好就暴露了這個民進黨長期以來的矛盾。他一方面又跟大家講說台灣人民的素質很高，民主成熟，但二方面又常常去暗示台灣的人民只要接觸了對岸的資訊，就會被統戰、被認知作戰。那請問民進黨到底覺得台灣人民是成熟還是不成熟？那如果台灣的年輕人滑了這幾支影片就改變了自己的國家認同，那你執政者不用好好思考自己的民主教育哪裡出問題嗎？那更何況是小紅書，我肯定賴清德還有一掛民進黨的人一定是沒有在用，也並不了解，裡面談的就是寵物啊、美妝啊這些生活旅遊的常識，跟統戰是完全扯不上等號的。那你這樣的評論只會讓年輕人覺得你這個執政者離我們越來越遠。可是光是這種距離還不是最大的問題，我覺得賴清
清德這一番說法最幼稚的是，他把人用好人跟壞人去做這樣子粗淺的二元化分類哦。中國有共產黨政權，這個是事實；中國大陸有這個軍事對台灣的威脅，這也是事實。但中國大陸有普通老百姓，有醫生，有為人父母，有老師，這也是事實啊。那成熟的民主政府會用政權跟人民去區分，他不會用好人跟壞人這樣子幼稚的二元法去分類哦。你反對中共政權的某些行為，不代表要去仇視所有的中國大陸人嘛？那同樣的，認識中國大陸人民，不代表要認同中共的體制。如果你連這樣的區分都做不了，然後只是一昧的去愚民，把你的人民當成笨蛋來教育，有好人跟壞人，我們不要靠近壞人，這個才是最危險的事情。一個總統不去帶領國民建立自信，反而把力氣花在建立恐懼上面，我現在很難想象民進黨在執政下去，這個支持者會變得多蠢呢？永平，我覺得民進黨啊，現在賴清德、徐國勇的講法呢，表現出來幾個：第一個，他們對年輕人完全沒有信心；第二個，他們認為呢，你年輕人呢就是很容易受愚弄。那一方面，他去警告說：“哎呀，你不要受到這個中國大陸的蠱惑，不要被 TikTok 小紅書影響哦。”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希望你真的很容易被他蠱惑。我隨便講個福利津貼，我隨便大撒幣呢，你們就通通過來支持我們。那這個不是顯示出來民進黨非常非常的矛盾嗎？而且這種矛盾顯示在他一種上对下的很不对等的心態。之前我們看到那個德國的總理梅爾茨他在跟他家鄉的高中生講話的時候，雖然他評論了美國在伊朗的問題呢釀成軒然大波，後來導致美國從德國撤軍，可是我有看那段，就是他跟那個學生互動的部分。那個梅爾茨沒有把那些10幾歲的孩子、高中生當小孩子哦，他沒有這樣子糊弄你們哦，他沒有講什麼一些這種套話、一些這種好像很貼標籤的事情，他就是直接跟他講說現在的局勢、國際局勢是怎麼樣，美國怎麼樣思考去這個伊朗這問題，可是他並沒有考慮他要怎麼退出，他真的把年輕人很尊重，用很慎重的態度跟他們對話。可是你看看賴清德、徐國勇在這邊什麼樣的姿態？徐國勇甚至還去跟這個年輕人講說：“啊，我看到有些人對我們民進黨執政很不滿啊，你沒有想到股市這樣飆漲，你也是間接受益者嘛？啊，還去責怪這些人呢，好像你叫做不知感恩呢。從這種角度來講，一個年輕人，難怪你離民進黨越來越遠嘛。你為什麼要去支持民進黨呢？現在確實賴清德因為他的民進黨2大神主牌子能源已經垮掉了，現在台獨呢又被美國爸爸說不能搞了，所以民進黨確實，你看到賴清德很快的回神轉向，就是什麼，他也不再去講他過去2個神主牌，他就直接撒幣。那撒幣有沒有用呢？我們等一下下一節大家可能會看到民調，確實有一點用。但是那個撒幣的用處呢，不會放在年輕人身上，因為民進黨對年輕人的不尊重把年輕人的智慧跟他的主動的判斷力呢，把它壓抑成好像小孩子這樣的一種上對下的對待呢，會使得年輕人這個族群呢，離民進黨越來越遠。這個徐國勇他是亂講一通了。他說股市漲，有人是直接受益，有人是間接受益。對，有直接受益，有間接受益，也有直接受害，也有間接受害啊。你怎麼買到股票？一定有人賣嘛。你賺了，他不就賠了嗎？就是所謂直接，有人直接受益，也有人直接受害。如果都沒有人賣，你去哪裡買？同時，的確有人間接受益，同時也有人间接受害。這個資本市場就是這樣嘛。那在這種情況，只是提醒你，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政府要注意了。所得的分配不要到時候這個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變成一個新富階級，一個就是新貧階級，那是相對的嘛，它永遠是相對的被剝奪，相对有錢跟相对沒錢。如果大家都沒錢就沒事了，大家通通每天這個3餐不濟，那誰也沒有比誰好。但當你有差別以後，就有差別出來了嘛，貧富懸殊的問題就出來了，社會問題慢慢就會出來。需要再回來。